你是不是在感情里越来越积极，越来越迷茫？你讯息秒回，但是他已读不回，好不容易约到他，但是在约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会不会在感情里常常迷失自己？那你对恋爱心理学有兴趣吗？好，我今天想要推荐一下一个恋爱心理学的书，叫做《Mentalism 恋の絶対法則》。那里面呢，大概有分自我了解、相遇、邀约，再来约会这样子。然后你看这里，它就有写暗示、誘導、錯覚を利用して相手を夢中にさせる。它的意思就是利用暗示、诱导、错觉，让你不离不弃。是不是很恐怖？然后我从里面挑了几个比较有趣的技巧跟技术，做成测验题。待会呢，我会邀请2位帅哥，然后考考他们。カメラの前の皆さんも一緒に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。大家好，我叫江江。大家好，我叫子毅。你们身高是185、184，好高哦！我想问，因为我们这一次是恋爱的主题，对，所以你们有没有曾经觉得哇，这个女生搞不懂？有没有一些女生的行为是让你们头很痛的？真的要说的话，可能是逛街的时候，他们很常挑了很多的衣服，然后进去更衣间里面试，然后我们要负责拿衣服，然后贴心。对，拿完之后可能套一套，搞不好可能拿个5件什么都没买这样。哦，这样很正常啊。很正常哦。对啊，有时候需要男生的情绪价值。我说，宝贝，这个真的超级好看，很显身材，这样很会显白耶。这样子哦，有时候情绪不够到位，一定是这。女生就是这种麻烦。哦，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吃个东西，他可能当天就说，我好饿，他们自己就已经有答案了。对对对，对，这个是。怎么问？他们可能说，你要不要吃火锅？那个东西。火锅好油哦，好臭哦。对，通常都会想要，对我也想要吃那个的那种共鸣的感觉。就是其实女生心中有个答案，但是她希望男朋友也跟她一样想要吃这个东西，所以她想要透过你的嘴这样讲出来，这样。我觉得这种细微的观察蛮重要的。像我处女座的就最会观察这种。哦，处女座，那你是什么星座？我还行。水瓶座。水瓶座，小编，水瓶座是什么样的男生？大概啦，好像听说都蛮奇怪的。哦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要反驳了，要反驳。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是，因为我们水瓶座都会有自己一个小剧场哦，就是比如说今天女朋友可能她想好一个东西，我们就想，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？我们可能会想10种方法解决，很好啊，然后挑出最觉得我们觉得合理，但是他们可能觉得不合理，这也是他们觉得合理。那你呢？小编觉得？都处女座，大众印象应该都是比较不好，对不对？比较不好一点的，会很龟毛，会很龟毛。对，做事的时候啦，如果你跟我一起共事的话，我会比较抓细节，我会希望把每个细节都雕到最好，也是不错啦。对，为了结果好，为了结果好。第一题是，人类一见钟情的时候，大概会盯着对方的眼睛几秒 ？A 1到3秒 ，B 5到7秒 ，C 10秒。第一次见面，然后不知不觉的盯着对方的眼睛，一见钟情过吗 ？Of course， 真的？我是那一派的，没错。恋爱，我喜欢的都是一见钟。不算恋爱脑。我觉得有一点算，有一点算。我不是，你不太会一见钟情。我比较偏向于那个人的性格。内涵。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有趣啊，所以就是想要慢慢的了解对方，然后觉得这个人有趣，然后越来越吸引你这样子。对。然后你比较像是外貌协会。是这样讲吗？等一下。1、2、3。不一样哦。A 跟 B。怎么可能？这太少了吧？ 3秒。我可能比较害羞一点，所以我大概看个1点时间，我就会很紧张。那你是 B 5到7秒是为什么？我觉得 A 1到3秒就是可能对他没什么兴趣的话，可能就是给他1到3秒的期间就已经够了。那5到7秒是真的哇，好像1到3秒看不完这样。公布答案，选择 B 的正确。
Yes， 没错。其实呢，人类通常啦，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是1秒到1.5秒是正常的秒数。那10秒我觉得真的太久了，有点太尴尬，太怪了。我觉得超过3秒就会有一种紧张跟那个你在干嘛的那种感觉。但是一见钟情的时候呢，这样大概就是5到7秒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多次看对方的眼睛。聊天当中、吃饭当中，我就先看一下啊，聊一聊，然后就看一下对方眼睛，对到眼了，又对到眼了，那就会可能让他觉得，对你的好感是有提升的。第二题，你去餐厅跟暧昧对象见面，你自己会坐在哪里？A， 看暧昧对象坐哪里，就坐他的隔壁。B， 餐厅正中间的位置。C， 背对墙，看得到厨房跟入口的位置。好，那你觉得为什么是坐隔壁？暧昧对象的话，那相信一定在网络上或是已经有稍微了解过。如果在他旁边的话，我会认为说可以帮他拿一些东西，不要让女生去动手。OK。但我觉得 A 的话，已经不是暧昧对象时候可以做的事，还没有到。就是你可能要真的到男女朋友，或者是刚在一起比较适合。我觉得这样有点太快，对我来说。那为什么要看得到厨房跟入口？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可以比较能展现我的绅士一点的角度，我可以把他照顾得比较好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对了，我也是恋爱专家。恭喜你又答对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背对墙嘛，看得到厨房跟入口的位置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不要让对方有杂讯。要专心的听你的话，对，这个是可以95%，有办法拿到掌控权。因为如果对方可以看得到厨房很多人呐，然后餐啊、饮料啊什么的都可以看得到的话，其实没有办法集中在你讲的话。补充一下，坐隔壁是 OK， 但是真的是第一次见面的话，可能比较尴尬，就是太近距离了。第三题，如果位置在靠窗，你会坐在哪？A 面光，脸会比较好看。B 背光的位置。C 墙靠窗，可以看风景。他在想说有差吗？有，这个真的有差。恋爱专家来开始翻白好了，你选择的是？我选 A。A 面光，果然模特不一样。原因是，我觉得女生不太想要晒到太阳，长期坐在那边，你们一定会坐一段时间嘛。对。如果你前面一直有太阳，一直照自己的脸的话，我觉得女生也不喜欢变黑。贴心的角度。好，那你呢？我是选 B 背光，为什么？我凭感觉。凭感觉 ，B 的是对的。为什么呢？本身可能就是对自己的外貌没有那么多的自信，那背光的时候，其实脸会模糊的。模糊的部分是一小部分。如果你没有那个自信的话，可以选择这个位置。这第二个点是比较重要的是，人类呢就是看着光的时候，眼睛真的会疲惫。那如果眼睛疲劳的时候呢，会比较变得被动，那对方就可以掌控。挑选可能就是告白的时候挑个夕阳好了，可以看得到夕阳的地方，那你就是背对着夕阳，就是说我好喜欢你，可不可以在一起？那成功率会变得比较高。好 ，OK， 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背光如何用同步行为 mirroring 吸引对方的注意 ？A 是默默的模仿他的行为或节奏 ，B 疯狂的附和和称赞对方。C 偶尔看着对方的眼睛跟着笑。来，请翻牌。终于一样了，恭喜两位都答错了。是 A 默默的模仿他的行为跟节奏，你们的行为或是言语会越来越像，在一起久了就会想法或是言语上就是越来越类似。那这个反过来想呢？这个模仿他的节奏，模仿他的行为，是可以就是很快速的把心理的距离拉近。比如说我坐在他的对面，然后我喝茶，我用右手喝茶，那他应该要用左手喝茶，可以让对方觉得有共鸣哦，这样子。我说是真的啦，是那种小调皮一下的那种，不是调皮，不要调皮。下一个是简答题，书里面有提到说 yes 套装 yes set， 那你觉得 yes 套装是什么？你觉得听到 yes 套装，你觉得会是怎么样的套装？比如说疯狂说 yes 之类的 ，yes。里面有 yes 是不是？
我不知道啊，就可能。我在想会不会是，我听听看他们。比如说女方提出的条件不要太过于过分，然后就尽量就是跟着一起去，不要有自己的想法，是那种类似跟你找到共通话题、共通点的那种 yes 吗？哦，就是yes， 我跟他有一样的想法。有一点我们都很喜欢看韩剧，我们都很喜欢去哪里逛街这样。所以你去探索跟他有共同话题，对，然后有找到的那一刹那就 yes。哇，好像蛮有道理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答对一半。一半是不对，是因为这个是其实是它是在事业上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比如说你是业务部，然后你想要对方答应你的时候会去做的一个技巧，主要是让他说到 yes， 不是自己说 yes。怎么用呢？比如说我们就是今天是吃饭好了，这个东西很好吃，但是搞不好他会觉得是不好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很好吃他会觉得有吗？我觉得还好，可能他会有不一样的意见。然后再来可能就是今天的天气也太适合散步了吧？那他可能会觉得我怕冷啊，为什么要散步？就是他会有一个个人的感觉差异的问题。讲事实就对了，比如说吃饭的时候，他说这个菜色很丰富好多蔬菜这个肉好嫩那没有办法反驳他嘛，他就说确实菜色非常的多确实这个肉好嫩那他默默的会有一个共鸣，就说对我认同的。那这个 yes 这个东西呢，认同感越来越多的话，最后问他说那这个周末要不要出去玩？他会说 yes 的几率会比较高对，等于是你先把那些当天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先把它讲清楚。对，约会离开的时候，如何加深对方对你的兴趣 ？A. 你会为这次约会总结心得 ？B. 你会聊到一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自然说我得先走了，下次聊。C. 你会问对方今天开心吗？按 C 不一样。按 C OK， 那请 C 开始问对方今天开心吗？我会觉得说，如果今天跟对方出去，我会很在意对方今天有没有很开心这件事情。了解。那你呢 ？C 的话，我会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，通常如果就是在一个礼貌的角度来讲，通常都会说开心，都会说开心。那为什么是？我会把就是今天的可能某一些精彩时刻挑出来讲，就是让他可以再回味一次今天我们到底一起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。答案是 B 是聊到一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自然说我得先走了，下次聊。是因为呢，中段在高潮点能留下悬念，让对方觉得好想要再次见到你有一个神秘感。不要聊完，对，不要聊完。想要邀请对方吃饭，你会怎么开口呢 ？A. 周五或者周六，你哪一天比较方便 ？B. 你什么时候有空 ？C. 周末你要干嘛呢？这其实是我平常会用的方式。一样。周末你要干嘛？那假设你问我周末你要干嘛？周末你要干什么？我工作。那你最近有什么时间有空呢？我想约你吃个饭。下个月的22号。好。那我这个心理学的作者讲的是 A， 直接给对方2个选择，引导对方在已经答应的前提中选择时间。就比如说周末要干嘛？我会觉得周末还不知道那如果说你什么时候有空的话，我觉得有一点不负责任。就是什么时候有空？我想一想其实现在也可以。有太多选择了。对。你周五跟周六，那你什么时候比较有空？那如果两边没有办法也没有关系那就说那就下个礼拜下个礼拜五呢？继续问。对。好像女生比较容易回答是不是比较好回答？但是好像他们刚刚的答案就是也还不错。对，因为他们感觉是还不知道邀约有没有成功的情况底下，好像也没保险牌是保险牌，刚刚比较直接派。那我觉得这个挫折是非常的直接了。我觉得它很像是一种，他直接告诉你人的心里在做什么事情，然后
直接告诉我们解答，但是我们好像还是可以去做其他的选择。对，其实我刚刚在书里面看到的说，可以准备一些话题在前面，比如说，好像那边有开了一个西班牙料理的餐厅，那边好像蛮多人的那你有兴趣吗？然后对方就说，好像蛮有兴趣的哦，这个是女生会喜欢的那种氛围吗？我说对，那你礼拜5跟礼拜6哪一天有空？如果前面有补这个的话，可能会。对。现在你要邀约对方出游，你会怎么说？怎么还是你这周末有空？会想同一句话。我可能会说，我最近在 IG 上面有看到一间咖啡厅新开的，你有没有兴趣？OK， 你有没有兴趣？好。我会想要先了解他喜欢的东西是什么，所以我可能会先问说，你有没有喜欢吃什么东西或者什么蛋糕之类的，然后我们再去找寻他的那个好吃的店家，然后再问他。那句话我可能会问说，你最近有没有喜欢什么样的东西？好隐晦哦，然后对方就会说我喜欢你，有点喜欢你这样子。这个是脑补的吧？这是脑补的。其实呢，书里面提到的是蛮奇葩的，我觉得蛮特别。他是先问说今天晚上有空吗？然后今天晚上没空没办法。那要不要这个周末去泡温泉？他说2天1夜泡温泉也太害羞了吧？不行，蛮害羞的。然后这个是关键词，他说那我们可以去看个电影，可以吧？前后落差。你懂意思吗？对，前后的落差。哇，这好技巧，这好技巧。就是先把很难做到的事情当第一个问题，就是今天晚上不可能啊。我也是那么邋遢了，我不想出门啊，说什么约会这样子，泡温泉，我们还没有在一起，怎么可能会去泡温泉？说到电影，好像可以接受我觉得可以不用只用在恋爱，这个是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，是每一个关系里面其实都可以。是，所以呢，可以问女生要不要去泡温泉。敢吗？他们敢吗？那么直接吗？我是真的曾经被问过泡温泉的人。去了吗？对，没有，我没有去。还好。我就觉得被告，我没有告他，但是我那时候确实就是觉得不要。但是他后来就问我说要不要去吃饭，然后可以真的答应了。有实力就对了。面对面邀请时候站在哪边 ？A 靠近对方的左边耳朵 ，B 正前方 ，C 靠近对方右边的耳朵。这跟左脑跟右脑有关系吗？对，这个是有一个国外的学家有在夜店测试过。是不是开始在回想豆干在哪个耳朵讲？很少观察透，很少有这方面的记忆耶。摄影师，你觉得呢？右边。右边怎么说？随便回答。那我的话一定是左边，就是喜欢男生站在我左边，因为我是左脸人，所以我这样子。好，请翻牌。B 正前方跟左边吗？这是左边。我想法非常直接一点，正前方比较直接一点。那你是右边。怎么会？感觉靠右脑比较近，因为我觉得右脑是掌管比较抽象的东西，可能比较感觉派的东西，应该是这样。答对了，好厉害哦！是这个解答吗？是真的是右边耳朵，它真的是右耳的效应会让语言处理的更有说服力，潜意识会更容易点头。我在书里面看到，如果对方是那种讲电话靠右边耳朵的话，可以常常讲电话。因为他是用右边这样子拿那个电话的话，所以比较容易听进去。所以以后就叫暧昧对象都用右耳听。你现在是用右耳听吗？先确认一下，你现在是确认一下，手机是用右耳吗？下一题比较就是女生用起来会比较有效应，男生可能不太知道。对方因为工作而临时放鸟的时候，该怎么应对 ？A 我知道啦，你这么专注工作真的很厉害。B 我们下次再约吧。C 我可以等你工作结束后再约。你是 C， 工作结束后再约。我可以等。你可以等。我听完摄影师，我应该会选另外一个，因为这样子，我突然这样听过来，好像有点压力。对。突然感觉到有一点。可以工作结束下次约。
我觉得下次约就可以。通常会聊到这种境界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如果他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不要太晚。如果真的太晚的话，我也会选择就是 A。但如果今天他是，比如说他真的有事情，我们约在下午，或是那种比较可以接受的时间的话，我会愿意留下来等。那你为什么是 A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发生的事情已经是既定事实了。对。通常要约的话，通常我自己会下意识的认为，那一整天都要是比较空的，所以我会希望就是你今天就好好工作，然后我们下次再真的有空再找时间就好了。A 对，但是理由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。对方也不想要放鸟啊，因为临时嘛，没有办法。对啊。所以可能他会觉得，哇，天哪，我可能会让他难过，着急的情绪上。所以呢，对方就莫名其妙就被夸奖了，说，我很厉害吗？我这么认真，我这么专注在工作，这个女生就得分了。一旦工作结束，她会想到谁？就会想到他，曾经也是为了暧昧对象就是我练舞，然后满身都是汗，然后他突然间问我说，等一下要不要去吃个甜点？然后我就觉得，哇，天哪，怎么办？然后我真的去买新的衣服，就是不想要让他发现我是特地为了他去买衣服，所以我跟他讲说，假设我今天下班时间2点好了，我就跟他讲说。我是3点半才结束，你可以吗？我这个1个半小时的空档，我就会先去买新的衣服，先把自己整理好，但是不要整理得太像我没有，就是我有时间休息这样子，就可能就稍微整理一下，就是假装我是一个很完整的状态去工作，然后就3点半到了，我就对不起，我让你阻挡了，然后但是我的状态是完美的，这就是日本女生。标签有猜吗？标签有猜。标签有猜。对，最后一题简答题哦。你觉得换洗法是什么？换洗法。洗法。换洗法，那个发音不太确定。因为它叫醒的意思，唤起的那个。Wake up。对。然后对，唤起人家的什么东西，这样换了什么东西，而唤起了人家的什么东西，大概是这样的方向。你觉得呢？唤起。是唤起。这个中文没那么好，我想要唤起。摄影师大哥是哪里人？台湾人。用什么跟什么去？你这样讲好像奇怪。用尊重换。用真心换绝情。很难呢，这里对，很抽象。用尊重唤起彼此的关系。哇哦！其实说的也是蛮有道理的，但是。这本书提到的应该不是这样，让对方想起来，就是你可能有些东西在对方那边，比如说，好，我借给对方一个外套，然后就外套这个先借你穿这样，然后可能穿回家了，要洗完还给我，然后就有一个互动的这种唤起的关系这样。比如说什么喷什么香水，其实在外套上，对，想起你。这个也是一个技术，用某种方式去唤起对方的记忆。用魔法，水晶球。那唤起法其实是真的是说话的艺术。比如说我本身是讲说这个餐点很好吃，换成我这个餐点我很喜欢，我想要表达我喜欢你，我想要把这个喜欢 input 在你的脑袋里，我就强调这个关键词。比如说这个餐点我好喜欢哦，他会觉得不知不觉脑袋有这个加入了这个喜欢这个关键词。喜欢，懂吗？就是你想要 input 的那个关键词，多讲一点就对了。你的说话的那个要改变成你想要表达的那个件事情，表达自己的心意。表达自己的心意。其实这个是日文，我觉得很厉害，因为我们会说要不要去吃饭，会说ご飯就是吃饭，行く就是去，所以呢。去吃饭就是ご飯行く，ご飯行こう这样子。但是呢，这个换起法的话，因为我们的好き合って就是跟我在一起吧的意思，但是这个也可以用在吃饭，我们要不要去吃饭？所以呢，ご飯好き合って这样子就会变成在一起还是去吃饭？就是我真的曾经被一个男生这样讲过，然后我那一瞬间就我要不要去吃饭？好，这样子，对，会脑袋有一种你说在一起吗的那种感觉，真的有用。再来分享一下书里面提到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的，比如说对方在吃饭，这样是代表他很紧张，
比如说跟上司去吃饭，然后他的手一直这样子，他就代表有警觉性。如果是这样子抱着自己的话，就是真的是有防备心，就是想要保护我自己。那如果是放松到有办法看到手掌的话，就等于他真的是撇开心防，手放在他的桌子上啊，或者是聊天的过程中，看得到他的手掌了，等于他就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，刻意的让他放松。一个技巧，比如说，我帮你看一下手相。这其实不会这样。哦，对，我们有可能在一起。这个我会先拒绝。杯子，因为杯子是会碰到嘴巴的东西，所以通常就是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杯子，然后对方的杯子跟我的杯子，这个距离呢等于是心的距离。对，故意把我的杯子放过去的。对，可以测试看看，可以测试看看他会不会把杯子这样子拉过去，这是可以观察他有没有对你，对，撇开心防。那今天如果桌子很小，如果桌子很小，那你去挑一个桌子比较大的地方好了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觉得非常可怕的东西，然后我最近也在对所有人测试的一件事情。第一次见到面的时候，或者是还没有那么熟识的时候，可以问对方的过去的恋爱经验。你之前跟前男友分手是为什么？或者是你跟以前男友去什么地方是最烂的、最浪漫的、最不好的？这些不好跟好的东西先问一轮。为什么呢？说对方问我说，那最不好的记忆呢是什么？我可能就是会看左上方。那你要记住，我的左上方这个脑袋的位置是有在装不好的记忆，脑袋是有分类的。比如说我自己的话，我的不好的地方是在这里，不好的记忆都分类在这边。那对方问我说，那你跟朋友去过最开心的地方是哪里？那我可能会看，我想一下哦，这样看右上方。那我的脑袋里面这边都是可能就是不好的回忆，这边是好的回忆。那有一些人真的没有那么的明显，但有一些人真的确实这么的明显。观察完毕之后，那我们要不要去东京？就比着他好的印象的地方，要不要坐高铁？要不要出去玩之类的？对，引导。不要。对，让他去思考的时候看那个好的记忆的方向，或者是就是站在他那个位置，然后跟他讲话，也是一个好方式。这样子，我就觉得我看了就觉得，我天哪，好可怕！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人这样子操控我的话，会很可怕。今天恭喜你们，今天收到了这么多的资讯，书里面呢提到的细节真的非常的多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去买这本书，然后慢慢翻，很推荐大家。那请大家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帮我记得留言哦，热推影片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